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，今天我们来做煎包。我用的是非常软的面团，当然你可以用硬一些的面团，不过软面团有很多好处，等一下你就看到了。面粉吸水性差或者是新手操作，减水15克。75%水面比的面团很软，非常粘手。这个含水量的面团呢，可以用来做面包。你大概可以想象得到，煎包的面皮会非常柔软。成团之后，盖上盖子，醒面15分钟。15分钟之后，来整理一下面团，手上沾水就不沾面团了。就这样子拉伸折叠，不到1分钟，面团就光滑了。室温下再次醒面1个小时就可以用，或者呢放到冰箱里醒面2个小时到24个小时都可以。我通常是前一天揉面，第二天做早点。馅料9个鸡腿，冲洗干净。来剔鸡腿肉，鸡腿的一侧是一块完整的鸡肉，转过来，你看到肉跟肉连接的地方有一条缝隙，而且上面有一条黄色的脂肪线。第一刀沿着这个缝隙切下去，就把骨头一侧的肉切开了，然后沿着骨头另外一侧把鸡肉划开，这是第二刀。把刀尖从骨头下面插进来，轻轻一划，鸡肉就和骨头分离了，这是第三刀。最后一刀切断，1、2、3、4刀，一块完整的鸡腿肉就剔下来了。检查一下，如果有软骨，用刀切掉。关于鸡皮，我今天用的是绞碎机，绞碎机这个鸡皮打不碎，所以我把鸡皮取下来了。如果你手工剁肉的话呢，可以直接剁进去，或者呢你把鸡皮切碎了再放回搅拌机里头也可以。鸡腿去骨之后是735克。第一次搅打基本搅碎了，还保留鸡肉的颗粒。现在加入调料，鸡汤、生抽、美极鲜酱油。没有美极鲜呢，你可以用蚝油；没有蚝油，你可以用鱼露，都是起提鲜作用的。老抽上色，白胡椒粉和一点点五香粉。口味淡的不补盐也可以。加生姜泥、葱花，最后来一大勺面粉。吃不出来面粉的味道，但是让肉馅粘在一起，有一种胶质的感觉。第二次搅打大概10秒钟，搅匀就可以了。同样放到冰箱冷藏。冷藏过后馅料会变硬一点，你包起来比较容易。吃的时候呢，面团从冰箱里拿出来，撒上干面粉，案板上多撒一点，不要吝惜你的干面粉，只要觉得粘手就撒干面粉。折成一个圆柱状。拉长，这面团很软啊，你很容易就拉长了，这是软面团的优点。然后呢，像给饺子下剂子一样切开，大小跟饺子剂子也差不多。压扁，不需要用擀面杖擀薄，这个是软面团的第二个优点。打上馅料，直接就可以包。包的时候呢，有一个提拉的动作，另外一只手的拇指把馅料往里压，其他和包包子一样。
你看，一个小包子就包好了。如果你包不到一起啊，没有关系，你把它当成开口的煎饺好了，不影响味道。倒油，油可以盖住锅底，放入小包子，加1/4杯热水，冷水也可以啊，反正很快就加热了。盖上盖子，开中小火，很快就看到锅里的水沸腾了，蒸汽上来，包子皮上皮是被蒸熟的。大概5分钟之后，不再看到沸腾的水了，这个时候锅里的水蒸发完了，油开始煎包子的下皮，3分钟左右，包子皮下面煎到焦黄就可以出锅了。撒上葱花和芝麻，拿一个煎包，咬一口。软面团的第3个优点，你可以感受得到，蒸熟的包子上皮是超级的柔软，油煎的包子下皮是非常的酥脆。拌馅的时候，生抽、鸡汤、美极鲜都是增加鲜味的调料，所以里面是又鲜又嫩的肉馅儿。早上能吃到这样一盘煎包，非常奢侈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高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